我爹每天将100只蝴蝶碾碎成泥，逼我娘敷在脸上。这是古法蝶面，只要敷够7749天，便能引来帝王垂青。果然，我娘身体渐渐地散发出诡异的香气，接着上万只蝴蝶破门而入，瞬间爬满了她的全身。此后，不管我娘走到哪里，周围都围满了蝴蝶。此等奇景很快就吸引了诸多大人物的目光。我爹为了升官，竟将我娘送给了一位大人物。我是不会去的。你不去，我就把你爹弄死。我娘无奈，只能被迫同意。仅仅1夜之后，我娘就被那位大人物折磨得遍体鳞伤，然后被送了回来。没过3日，我爹的调令就下来了。我爹为此喜笑颜开，而外祖无意间得知此事，气得病情加重，没过几天就撒手人寰了。我娘遭受连续2次打击，也随之病倒了。我爹怕夜长梦多，草草安葬了外祖，就不顾我娘的身体，要立刻离京上任。离京的路上颠簸不堪，我娘的病情愈发加重，但是我爹完全不顾她的死活，一点停下休息的意思都没有。我娘咬牙坚持，差点命丧黄泉。等到了目的地，已经过去2个月了，我娘才想起来已经2个月没来月事。她心中害怕，不敢找大夫，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我爹最终还是发现了，他找来大夫把脉，发现是喜脉。我爹只感觉无比羞耻，这个贱种绝对不能留。于是我爹找大夫开了打胎药。大夫说我娘身体虚弱无比，如果打胎会有生命危险，但是我爹不管不顾，逼着我娘喝药。可我娘不忍心打掉我，坚决不喝打胎药。要是逼我喝药，我就进京找那个人告状。我爹气得半死，却也不敢冒险得罪那位大人物。留下你们也行，不过这正妻之位你也别做了，自请为妾，我就留你们一条活路。1个月后，我爹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，娶了当地一个员外的女儿，她成了大夫人。那位秦氏看我娘美貌，心中嫉妒，滚烫的茶水直接就当面泼到我娘脸上。我娘痛得大叫，却被秦氏陪嫁的2个嬷嬷死死按在地上。我听老爷说了，你水性杨花偷人，怀了孽种，本该直接打死。无奈老爷感念你家年少资助的恩情，才留下你和肚中孽种的命。老爷是心善的，可是我不是。今日就给你立立规矩，先废了你这张水性杨花的脸，让你长点教训。以后要是让我知道你还不安分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说完，他就带着下人离开了。当天，我娘想找大夫看脸上被烫伤的地方，却被嬷嬷阻止，不许她看大夫，也不许给她药。我娘的脸终是毁了容。秦氏对我娘是身体上的苛待，但是补品和吃食却没有断过，所以我还在我娘肚中的时候，营养是跟得上的。我娘一开始还觉得奇怪，秦氏怎么可能这么心善？后来她观察后发现了异样，那就是府里住了一个从京城来的老嬷嬷，那嬷嬷还特意来看过我娘的肚子。我爹看到这嬷嬷都点头哈腰，一副讨好的模样。我娘猜测，那嬷嬷就是那位大人物家里的奴才。那位大人物应该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派嬷嬷过来照看我娘的肚子。在我娘临盆生下我那天，那嬷嬷也进了产房。她看我一眼，在确定我是女孩后，就一脸失望，是个不中用的丫头。之后，那嬷嬷就在府里彻底消失了，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些补品和吃食。我娘坐月子时根本没什么东西吃，每日只有1个馒头，所以后来连奶水都差点没有了。每日我都被饿得哇哇大哭，她还被秦氏指派去干活，如果不干，就连馒头都没有。也是因为如此，我娘落下了一身的月子病。这样的苦日子，我们一过就是15年。这15年里，京城那位好像已经忘记了我娘。我爹从一开始的忌惮，到后来开始慢慢放肆起来，只要在官场上受了气，就回来打我。就算是那个人的女儿又怎么样？老子一样可以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。我娘只能抱着我，为我挡住大部分鞭子。我每次被打后，都会偷偷问我娘，我亲爹到底是谁？但是我娘总是一边给我抹药一边哭，始终没有告诉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亲爹在京城，因为我看见我娘偷偷给京城寄过好几次信，信里都是央求我亲生父亲接我回京的话，对他自己却只字不提。但是每封信都好似石沉大海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娘慌张地冲回院子，清欢，你赶紧逃往京城，逃去找你亲爹。我大惊失色，连忙问怎么了。我娘眼泪吧嗒吧嗒地落下，
说他偷听到我爹和秦氏商量，要把我嫁给宋通判的三儿子。我只感觉天旋地转。宋通判是我爹的上官，按理说他家门楣是轮不到我这种人的，但是他家三儿子早在几年前就暴毙身亡了。通判夫人可怜自家儿子没有成亲，一直想找个姑娘结姻亲。通判夫人眼光高，不想委屈自己儿子，想找官宦人家的嫡亲女儿。一般好人家就算想巴结宋通判，也不会把自家女儿嫁过去，更何况还是官宦人家。后来听说他放低了要求，庶女也可以，可依旧被人拒之门外。不料我爹竟上赶着答应。他真的为了讨好上官，什么缺德事都干得出来。半夜，我和我娘收拾好包裹，准备一起从后院的狗洞逃跑，却没想到院子外面竟然有人守着。我跟我娘刚刚跑出去就被发现了，秦氏亲自带人抓住了我们，接着将我们关进了柴房。临走前，秦氏冷冷地看着我们，说了一句：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夫人一定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看着秦氏那冰冷的眼神，我心中发狠，哪怕是死也要让他和我爹不痛快。我娘抱着我说：别怕，你爹如果真要把你嫁过去，为娘就是拼尽所有，也绝不会让你踏上那顶花轿。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拒绝：娘，千万别干傻事。我知道我娘的打算。大梁朝律法规定，父母双亲有一方过世，子女要守孝3年，不可婚嫁。这明显是釜底抽薪的办法。我娘不搭话，我心中害怕她真的想不开，所以紧紧抱住她。我和我娘在柴房饿了3天，第3天柴房的门被打开，我还以为等待我们的是秦氏和我爹的鞭子，却没想到看到的是一脸热情的秦氏，还有满脸笑容的我爹。我和我娘被送回院子，院子里早就准备好了吃食和新衣服，可瘦弱的我们根本支撑不起这些绫罗绸缎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也就在此时，我爹才道：清欢，京城来人了，要接你回京享福。是啊，清欢以后富贵了，可不能忘了你爹的养育之恩啊。听到他们如此说，我和我娘也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10几年一直没有消息，此刻却突然来了。等我和我娘被带到了京城来人的面前时，我娘在我耳边低语：是当年的崔嬷嬷。我瞬间明白，就是看到我娘生了一个女儿后立马离开的那一位。我娘拉着我给那崔嬷嬷行了礼，崔嬷嬷微微抬眸扫了我一眼，眉头微皱：怎生得如此上不得台面？此话一出，我爹和秦氏都面露尴尬，我娘则面露凄然之色。我倒不是长得不好看，只是这么多年一直吃不上什么东西，瘦骨嶙峋的。崔嬷嬷沉默半晌，再次开口：好好收拾一下，明日跟老奴回京吧。敢问嬷嬷，为什么突然接我去京城？我爹和我娘吓得脸色瞬间都变了，疯狂地给我使眼色。清欢年纪小不懂事，您老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崔嬷嬷轻咳一声，重新打量了我一眼，随即说道：侯爷和夫人做主，给你定了一门亲事，老奴是来接你回京成亲的。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，你都得去。我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同时我也知道我亲生父亲居然是一个侯爷。愿意，愿意，这是清欢的福气。说着还瞪了我一眼，示意我赶紧同意。我侧脸看到我娘一脸难受，她身体颤抖，死死咬着嘴唇。我知道她在自责没办法保护我，让我被人随意安排。我握住我娘颤抖的手，随后对着崔嬷嬷说道：我跟你去京城，但是我得带我娘一起。我娘猛地看向我，我轻拍她的手，示意她先别说话。崔嬷嬷皱眉道：不行。我知道崔嬷嬷必然不会答应我这个要求，因为那个侯爷夫人不会允许。不过就算她答应了，我也不敢带我娘过去。我这么提出来是为了谈条件。我不带我娘也可以，但是我娘必须搬出去住。另外，你要安排2个下人服侍我娘，否则我就是死也不去京城。果然，我退而求其次，崔嬷嬷没做半分考虑，就直接点头了。我爹和崔嬷嬷很快敲定我离开的日子，也就是第2天一大早。晚上，我娘拉着我一直哭，她舍不得我，说一切都怪她不能护着我。我抱着我娘安慰道：娘，去京城起码不会比这里还差。我那个亲爹虽然不见得对我有什么父女之情，但是大户人家注重脸面，起码不会跟我爹一样无耻，能做出卖妻卖女的事。我娘也知道现在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无奈同意。晚上拉着我说了一宿的话。第2天一大早，
崔嬷嬷就安排人帮我娘搬出府，在另外一条街找了一个小院子住下，另外留下2个伺候的丫鬟，随后就催促我上马车，要带我离开。我在马车里面看着我娘追着马车一边跑一边哭，中间摔倒好几次，我的心难受到了极点。最终我狠心地放下帘子，不希望让我娘看到，我也哭成了泪人。我必须走，只有离开这里去京城，或许我才能有机会强大起来，才能把我和我娘这些年所受的苦通通归还给他们。在马车行驶的这半个月里，崔嬷嬷一直教导我各种规矩，哪怕做错动作被崔嬷嬷用小棍子抽打，我也没有怨言。我知道这对我是有好处的。崔嬷嬷教规矩极严，但是吃食上却不曾亏待我，各种补品不间断的给我吃，也让我半个月长了不少肉，气色看着也好了不少。我也知道我亲生父亲是宁远侯叶重月，虽然他异常风流，但是膝下无子，除了我之外还有3个女儿。大女儿嫁给了镇远大将军，2女儿嫁给了吏部侍郎的儿子。至于我这门亲事，本来应该是3女儿的，但是叶重月不愿意，所以就想到了我。崔嬷嬷快到京城才松口，跟我说我的亲事是太后那边定下来的，要宁远侯3女儿入宫为妃。入宫为妃本该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好事，但是当今皇上有咳血之症，太医都说只能续命3年。朝中众人都开始悄悄站队，其中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就是皇上同父异母的兄弟安阳王。而当今太后为了稳定朝局，下旨赐婚宁远侯3女儿入宫为妃，等于是把宁远侯、镇远大将军还有吏部侍郎拉到皇上这边。只是没想到叶重月狡猾如狐，钻了空子把我接回来，说是3女儿，而他真正的3女儿就顺理成章变成了4女儿。在太后下旨的第2天，他就跟安阳王成亲了。如今木已成舟，太后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。至此，我知道我这次来京城是多么凶险了。我陷入几方权力争斗之中，他们个个都是庞然大物，只要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碾死我。我更加好奇，宁远侯为什么敢跟太后皇上叫板？难道不怕死吗？我进了侯府3天，除了崔嬷嬷和院子里面的几个丫鬟，我根本没有见到其他人，包括我那个亲生父亲。我当然也能猜到不见我的原因，宁远侯宁愿把女儿嫁给安阳王都不嫁给皇上，显然他开始支持安阳王了。那我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颗弃子。半个月后大婚，府中表面工作还是做了，连带着嫁妆也准备了不少。宫里接我的轿子在门前等着，我穿着喜服在丫鬟的搀扶下走出大门。从头到尾我还是没见到宁远侯。我转头看向迎亲队伍的领头人，我要崔嬷嬷陪嫁。那管家一听，立马小跑进去，半晌之后带着崔嬷嬷一起走了出来。3小姐，小心路滑，老奴陪你出嫁。我在崔嬷嬷搀扶下走进轿子，队伍也开始朝着宫里走去。我被皇上封为景妃，入主扶风院，一直到此时都不见皇上过来，只有一个御前的小太监过来传话。皇上政务繁忙，已经歇在了御书房。新婚第1晚，皇上都不让我侍寝，这怕是个笑话吧？崔嬷嬷上前帮我卸下发间钗环，说道：娘娘不用多想，皇上并不是因为你替嫁才会这样，之前入宫的妃嫔都是这样的待遇。听说这是皇上和太后娘娘在斗气。我好奇地问：斗什么气？崔嬷嬷沉默半晌才开口：坊间传闻皇上身体不好，子嗣艰难，加上太医都说皇上命不久，所以太后担心安阳王登基，于是就给皇上挑选各种美人入宫，只为诞下皇子，好继承皇位。可惜这些美人入宫，皇上从未宠幸，所以有传言皇上身体虚弱，已经不能。说到这里，崔嬷嬷住了口，不敢往下说了。我此刻也明白，皇上那边可能觉得太后把他当传宗接代的工具了，所以对于太后挑选的人，他一个不碰。至于皇上是不是已经不能人道了，这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。新入宫的妃子，第2天该给太后去请安。我带着崔嬷嬷来到寿康宫，一个嬷嬷走了出来，看也不看我一眼，直接说道：太后娘娘还没起，景妃娘娘在门口跪着等吧。我也不多话，直接跪下。那嬷嬷见我识趣，也不再说什么。在寿康宫门口争辩只会让我下场更惨，而且明显太后对我有怨气，争辩也没用。当然，
这个怨气可能是因为宁远侯，也可能是昨夜皇上没在我扶风院就寝，但是不管是什么，我都要受着。跪了不知道多久，我感觉膝盖都发麻了。寿康宫的院门才打开，景妃娘娘进去吧，太后起了。我连忙道谢，在崔嬷嬷搀扶下，起身跟着那嬷嬷走了进去。太后端坐在软榻之上，我留意到太后眼底确实有一些青黑色，看来确实是没有休息好。皇上有咳血之症，太后熬夜看医书，显然是为了皇上。太后抬眸看了我一眼，她眉头皱起，长得一般，也太瘦弱了，怪不得皇上不找你侍寝，真是不中用。太后娘娘教训的是，宁远侯糊弄哀家的事，哀家暂时不会迁怒于你，但是哀家不管你之前是什么身份，你入宫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好好服侍皇上，给皇室传宗接代。你只有1个月时间，你好自为之。我心中奇怪，为何是1个月时间？不过不敢多问，躬身行礼后就退出了寿康宫。出了寿康宫，崔嬷嬷就说道：娘娘，只怕你要尽快侍寝了。老奴今早打听了一下，太后娘娘这么多年选进宫的美人，除了皇上安排送走的，其他都是在1个月没有侍寝后，太后觉得不中用，亲自下旨送出了宫。我此时才明白，为何太后说我只有1个月时间。不过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想想办法了。等我提着食盒来到御书房门口时，就看到小太监和宫女们都守在门口，瑟瑟发抖。不等我询问，我就听到里面传来一声暴喝：皇兄准备把国库的银子都送去赈灾，臣弟没有粮草怎么办？崔嬷嬷听见这声音，身体一抖，然后连忙低声跟我说道：这是安阳王的声音。我眉头微挑，如今这么久，安阳王的名声真的如雷贯耳。听说当年先帝有意让安阳王继位，但是安阳王在边境作战赶不回来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所以只能让皇上继位。此时又一个声音传来：赈灾刻不容缓，否则凉州和陈州的百姓死伤无数，瓦剌之战可以暂时休战。我知道这是皇上的声音。此时安阳王的声音陡然拔高：皇兄莫不是嫉妒臣弟才会如此决定吧？安阳王的话显然刺激到了皇上，里面传来皇上猛烈的咳嗽声。我微微皱眉，气氛极为不对劲。崔嬷嬷有些担心，要拉着我离开，我没有动，反而转身走到墙角，捏了2个泥土做成丸子，随后提着糕点就朝着御书房走过去。我走进御书房，就看见2个人对峙着，气氛极为凝重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臣妾知道皇上昨夜一直批改奏折，甚是辛苦，今天一早就准备了一些点心，送来给皇上尝一尝。平身。皇上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咳嗽，此时嗓子听着有些沙哑。我起身缓步走到书案旁边，见到了皇上。皇上长得很是俊美，比我之前看过的所有人都要俊美不少，只是他的面色苍白的厉害。陛下，这是银耳雪梨水，您尝尝。皇上喝了一口，脸色好上了不少。我这才转头看向案前站着的安阳王。安阳王不愧是经常打仗的将领，长相更为粗犷一些。王爷也辛苦了，臣妾做了点心，要不要尝尝？我说着取了一枚糕点，走到安阳王面前递给他。安阳王冷哼一声，接过糕点，随意的放入口中，只是吃了一口，他立马就吐了出来。贱人，你敢戏弄本王，给本王吃土！你敢戏弄本王，给本王吃土！此话一出，连皇上那边也看了过来。我笑着把手中另外一块糕点掰开，露出里面的泥土，然后在安阳王和皇上诧异的目光下，直接把半块糕点吃了下去。安阳王怒道：你想说什么？王爷觉得这个东西难吃，那只是因为王爷没有饿过。听说凉州和郴州的百姓已经吃完树皮和草根了，如果朝廷还不赈灾，就只能吃观音土了。王爷知道吃观音土后会怎么样吗？吃了之后，小腹会有一种下坠的疼痛，难受的厉害。如果吃得多，还会把肚子撑破，活活痛死。此时，安阳王和皇上自然已经明白我要说什么了。安阳王看向皇上，一脸讽刺道：皇兄现在连自己的妃子都管不住了，后宫都可以议政了。皇上脸上顿时阴沉无比。我连忙接住话头说：刚刚臣妾在外面听王爷怀疑皇上是嫉妒王爷打赢瓦剌，所以才会把国库的银子都赈灾。臣妾听完只觉得可笑，同时觉得先帝选皇上继位，
是多么明智的选择。安阳王怒极，扬手就想打我。王爷可以打臣妾，回头外面人说王爷在宫里殴打嫔妃，那就不好了。安阳王放下手，死死盯着我。我继续开口：皇上心系百姓，把百姓当子民，而王爷只想自己的赫赫奇功，却从未想过天下百姓，高下立判。王爷的军中部下难道没有凉州和郴州的人吗？他们如果知道王爷为了自己的功劳，丝毫不管他们的家人，他们是否还会对王爷效忠呢？安阳王看着我，冷冷地说道：牙尖嘴利，本王不跟一个女人计较。随即他看向皇上：皇兄当真是娶了一个好嫔妃，臣弟告退。说完甩袖离开。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走到旁边的椅子边坐下。刚刚不是还言辞犀利，现在就怕了？刚刚确实很害怕，其实刚才我心里也没底，但是我知道我起码不会死，那就足够了，这笔买卖就不亏。那你为何还要说那些？因为他欺负你，臣妾看不过眼。皇上表情明显一怔，随即嗤笑一声：谁敢欺负朕？皇上直接将混着泥沙的糕点放入口中，只是吃了一口，他眉头都皱了起来。他实在想不通，眼前这丫头刚刚是怎么把这干巴巴的泥土吃下去的。你真吃过泥土？没有呢，骗安阳王的。皇上有些哭笑不得，不过我继续说道：小时候没得吃，饿得难受了，会吃树皮。榆树的树皮其实挺好吃，把外面那层硬壳去掉后，里面那层皮还有些甜甜的。我说得轻松，但是我看到皇上眼中有一闪而过的异样情绪，我决定加一把劲。以前我跟我娘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我娘说了，如果闹了灾害，树皮都不一定有得吃。能吃树皮说明还没有到绝境，人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。活着。皇上呢喃着这两个字，半晌之后他压低声音问道：那你入宫是为了什么？我扬起脸看向皇上，然后一脸认真地说道：臣妾要得到陛下您的宠爱，那样臣妾就可以活着。我的身份皇上必然清楚，所以坦白告诉皇上自己的需要反而更加有用。你要想好好活着，朕可以做主，像之前那些妃嫔一样送你出宫，和你母亲一起过日子。我拉住皇上的手，他明显一怔，不过并没有甩开我的手。皇上，之前的妃嫔都是有家人的，他们有家人保护，出宫可以跟家人好好活着。但是我不一样，我出宫和我娘根本活不下去，我们没有自保之力，谁都可以踩我们一脚。皇上沉默半晌之后，他抽回手：你先回去吧。离开御书房，太后那边就派人把我叫了过去。太后看到我一脸喜色：不错，哀家没看错你，是个好丫头。听说你怒斥安阳王了，干得好，真给哀家长脸。太后一直说安阳王有多么放肆，皇上又有多么纵容。我在旁边笑着听着，时不时应上一句：今日虽然冒险，但是回报也是明显的。太后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，皇上也记住了我，只要我好好经营，还是有机会的。等回到扶风院，崔嬷嬷才开口：娘娘今天有些冒进了。侯爷和安阳王明显是要结盟了，娘娘得罪了安阳王，侯爷只怕不高兴。嬷嬷，我本就是弃子，所以我何必要在乎叶重月呢？侯爷和夫人一直很疼爱四小姐，四小姐脾气不好，又嫁给了安阳王。您今日怒对了安阳王，侯爷那边不会说什么，但是四小姐只怕会生气。我知道崔嬷嬷是善意提醒，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晚上皇上依然没有找我侍寝，我也知道事情急不来。崔嬷嬷悄悄打听了，朝堂上为赈灾扬州和郴州闹了好几天，最后1半以上大臣都同意先赈灾。安阳王为此发了很大的火，我听到这个消息反而觉得挺意外。都说朝中很多大臣支持安阳王，但是这件事明显看得出来，皇上才是众望所归。第4天，我依然没有等到皇上，不过却等到了宁远侯府四小姐，如今的安阳王王妃叶银秋。她送了帖子进宫，想要来拜见我，不过说是拜见，明显是要来找我算账。我起身让人把她带去御花园。叶银秋看到我的时候，不光没行礼，反而一脸怒意地看着我。安阳王妃要见本宫，所谓何事？叶清欢，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不会真以为入了宫你就高人一等了吧？你不过是我爹的私生女。我面无表情，就这么淡淡地看着叶银秋。
安阳王妃嘴下留情，这里是宫里，不是你安阳王王府。叶清欢，你就算入宫又如何？听说皇上还没有宠幸你，真是个笑话。没有我们宁远侯府叶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听说你娘还在沧州那边，回头本王妃一定好好让人照顾照顾她。你敢！叶银秋被我的目光刺激，抬手一耳光甩了过来。我其实可以躲开，但是我没躲，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人正在暗处看着。这巴掌我挨得结结实实，就感觉半张脸都发麻了一般。这巴掌是给你一个教训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崔嬷嬷此时上前来问：娘娘，你没事吧？我努力控制情绪，让双眼通红，假装一副努力克制不落泪的样子，然后还挤出一个笑容。没事，我们回去吧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我转身离开，崔嬷嬷跟了上来。我能感觉到一道视线落在我的后背之上，要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成功就看今天了。晚上我早早睡下，听着外面传来淡淡的虫鸣声，一直到此时。就在我以为计划失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外面院子传来了淡淡的说话声。我知道我或许成功了。我努力克制情绪，回想着我跟我娘过的这些苦日子，眼泪猛地流了出来。突然被子被掀开，我假装受惊，下意识地往里靠了靠，然后也看到掀开被子的人正是皇上。他看到我满脸泪水的样子，显然也有些愣住。没事，做噩梦了。皇上没说话，伸出手抚摸我的左脸。还疼吗？也就在此时，我努力控制的眼泪开始流了下来。我一下子抱住他，释放我所有的委屈情绪。为什么要欺负我？为什么都欺负我？我和我娘做错了什么？我们明明只是想活着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都不行？皇上每日批改奏折，中途累了都会在申时2刻去御花园逛一逛，所以今日我和叶银秋的见面就是我设计的一场戏，唯一的观众就是皇上。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被人掌转，被人用生母威胁，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女人，有几个男人会铁石心肠不予理会？一夜无眠，我也终于侍寝成功，成了名副其实的景妃。早上崔嬷嬷给我梳妆的时候，显然得知此事。她虽然不知道具体内情，但是她身为旁观者，自然看出一些来。娘娘如此利用安阳王妃，就不怕老奴告诉侯爷？嬷嬷可以告诉叶重月，我本就没打算瞒着她。所以娘娘当日让老奴陪嫁，就是为了方便和侯爷联系。我点头，当日陪嫁肯定会有叶重月的人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崔嬷嬷跟过来，起码她为人不错。嬷嬷可以跟叶重月说，安阳王是可能会继承皇位，但是前提是皇上真的会早早病故，而且是没有皇嗣留下。但是变故太大了，所以这么早站队显然不合适，让他仔细考虑。另外，我不喜欢我娘被人打扰，让叶重月好好看着叶银秋，这是我的底线，谁也不可以触碰。老奴会把娘娘的话带过去。叶重月这个人，我虽然没见面，但是我也能看出一点来，那就是他很会经营，所以在我侍寝后，他一定会重新评估我的价值。太后知道我侍寝的消息后，派人送了一堆补品到我的扶风院，还让嬷嬷告诉我侍寝之后如何做才能更有机会怀孕。很多秘闻是我从未听过的，就算我脸皮厚，也不由得有些脸红。太后笑着拉着我的手，哀家眼光果然好。我笑着恭维起来，似乎他已经忘了我进宫那日，他一脸嫌弃地说我不中用。晚上皇上早早过来了，看到我屋子里面添了不少东西，眉头微皱。母后送来的。我点头，看得出皇上并不喜欢太后，他让我把东西明日都送回去。我伸手拉住皇上的手，皇上，臣妾能不能找人弄2株榆树种在院子里，就是上次臣妾说树皮可以吃的那种树。你很喜欢榆树？臣妾很喜欢啊，臣妾娘说榆树都是宝，是希望。百姓真的会因为没有东西吃而去吃树皮吗？朕这个皇帝是不是很不称职？百姓其实要求不高，他们只要吃饱就好。皇上虽然只是登基了3年，但是在臣妾看来，皇上是一个好皇上。不许拍马屁。陛下登基后是真心为民考虑，没有穷兵黩武，反而厉行节约，劝课农桑，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。如今百姓的日子比前些年好了很多很多。
百姓需要皇上，百姓需要朕。是的，百姓很需要皇上，臣妾也需要皇上。皇上正在当场，他患有咳血之症，尤其是太医说活不过3年后。皇上看到的是所有人都在等他死，而我特意强调这些，就是告诉皇上，天下百姓还需要他。我希望他可以振作起来。咳血之症虽然治不好，但是却也有记载，得了咳血之症也能寿终正寝的。皇上一脸认真地看向我，清欢，我们生个皇子吧。之后1个月，皇上隔三差五就来我扶风院休息，这让后宫和前朝一些有心人都注意起来。最先出手的是太后，她倒是没有阻止皇上来我扶风院，但是她安排了宫里其他美人去御书房送汤水，用意也很明显了。不过这些美人都被皇上让人送回自己的院子。随后皇上亲自去了太后的寿康宫，具体说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之后那些美人开始陆续被太后送出了宫。对于这些我都装作不知道。后宫暂时稳定后，叶重月那边让崔嬷嬷给我带了消息，说要见我。我比较好奇，当日我在侯府，他怕安阳王误会都避而不见，现在反而赶来见我了。3日后，叶银秋再次给宫里送了帖子，要来给我请安。我知道应该是叶重月来了。叶重月是装扮成太监模样过来的，他让叶银秋先去外面，随后看着我说道：第一次见面，这些年过得可好？我嗤笑一声，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这个男人不知道吗？现在这么假惺惺的问，是要表现自己是慈父，关心女儿吗？宁远侯来找本宫，是为了什么事？一个宁远侯的称呼，足以说明我的态度。帮我求证一件事，我可以保你和你娘后半辈子生活富足。我轻笑，这个男人果然很现实。你说说看。搞清楚皇上的身体到底还能活多久。我心中微惊，面上不动声色，试探性地问道：侯爷是坚定选择安阳王了？叶重月不关心我多次事情会不会生下皇子，反而关心皇上多久会驾崩，显然是打定主意支持安阳王了。叶重月没有回我，反而说道：其他不用管，只要你把这件事打听清楚，我可以保证，等安阳王继位后，你跟你娘可以富贵的过完下半辈子。在叶重月离开后，我才想通，他为何如此直接的选择安阳王。他想让叶银秋以后的孩子当皇帝，如果皇上真的驾崩，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叶重月绝对翻脸无情。而皇上确实有咳血之症，但看他眼下的状况，绝不像太医所说的只能活3年。不过这些我并不准备告诉叶重月。日子慢慢的过着，前朝后宫一直很安稳，直到有一天我恶心想吐，我才意识到我月事晚来了1个月。我怀孕的消息犹如飓风，在前朝和后宫都席卷开来。最先过来的是太后。以后要小心点，院子里面的奴才哀家给你全部换了，千万不能让有心人算计了去。这3个太医都是太医院最好的，就候在你扶风院里面，每日都要给你请平安脉，不管谁送来的东西，一律让3个太医都看过才作数。皇上是下朝后过来的，他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我的肚子，半晌才说一句：朕要当父亲了。这一刻他完全不像一个手握天下的帝王，反而有种青涩少年郎的感觉。我们要有孩子了，以后不光是我需要你，是我和孩子都需要你了。皇上轻轻地抱住我，放心，朕会护住你们母子的。怀孕我自然高兴，因为我彻底站稳脚跟了。只是这一胎必然是犯了很多人的忌讳。过了3天，叶重月就让崔嬷嬷告诉我，让我想办法留掉这个孩子，因为现在我的扶风院守卫森严，根本没下手的机会。而且安阳王如今不在京城，叶重月不敢轻易冒险动手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脸色微沉。崔嬷嬷叹气：娘娘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这个孩子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如果侯爷生气，说不定会对你娘动手。如今安阳王已经知道你怀孕了，正准备大军回朝，或许这次会兵变。我双手握紧，指甲嵌入手心，这胎我必须保下来。如果我流掉孩子，说不定叶重月更会痛快对我和我娘动手，因为要斩草除根。否则按照皇上对我的宠爱，或许我还会有第2胎、第3胎。如今我留着孩子，反而叶重月不敢动手，哪怕他真的抓了我娘，也只是会威胁我、牵制我。我反而担心安阳王回京会不会对皇上不利。我把叶重月的话抛诸脑后，让人一直关注安阳王的动静。
倘若安阳王进宫，就立马通知我。煎熬地等了1个月，一日午后，小太监来告诉我安阳王入宫了。我不敢耽误，急忙让人备轿辇，急匆匆地赶到御书房。我迎面就看到安阳王往外走，显然已经跟皇上见过面了。安阳王看到我，缓步走了过来，视线落到我肚子上，我下意识地护住肚子，一股恶心的感觉上涌。怀孕后我害口，鼻子异常灵敏。安阳王身上有酒味，这味道虽然很淡，但是让我忍不住想吐。安阳王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，然后淡淡的开口：恭喜娘娘了。我欠身。王爷得胜回京，本宫也恭喜王爷。本宫还要见皇上，就不打扰王爷了。说完我直接离开。等进了御书房，见皇上正在批改奏折，面色看着不错，显然刚刚没有发生争吵，我这才放心。可是刚刚走到皇上身边，我就闻到皇上身上也有淡淡的酒味，这酒味和刚刚安阳王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在御书房和皇上说了一会儿话，我重新回到扶风院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此时崔嬷嬷走了进来，侯爷又送信过来了，说安阳王已经回京，最多1个月。如果娘娘你不流掉孩子，那后果自负。我看着崔嬷嬷，想了想问道：嬷嬷，2个互相看不顺眼的人会在一起喝酒吗？不会，除非这2个人是假装看不顺眼。崔嬷嬷的话让我脑中灵光一闪，所有人都说皇上和安阳王不对付，但是这么多年两人虽然有吵架，但没有发生过什么剧烈的斗争。安阳王能成为铁帽子王，那必然是聪明无比的。要是真想当皇帝，为了名声也不会把要赈灾的银钱拿去打仗。所以这2个人一直都在演戏，只是演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接下来2个月，安阳王在朝堂上因为一些小事和皇上发生几次争吵，有一次吵得特别严重，皇上被气得当场吐血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吓了一跳，我还以为是我猜错了。我想去看皇上，但是肚子已经大了，皇上和太后都不允许我出院子，我只能干着急。后半夜皇上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睡。皇上你怎么样？看到皇上，我心中的不安才稍稍散了不少。没事，朕就怕你担心，所以过来看你一眼。我这才知道这可能是一出戏。皇上摸着我的肚子安慰我：放心，朕说过会护着你们母子的，再等等，等一段时间就雨过天晴了。听皇上的意思是要开始收网了。接下来1个月，到处是传言皇上病重的消息，有人开始跳出来说要立安阳王为皇太帝。此言一出，有不少大臣开始附议，而这些大臣是以宁远侯叶重月为首。不过还是有很多大臣说后宫有景妃怀有皇嗣，就算立太子也要等景妃临盆，看看是不是皇子。不过这些大臣被叶重月用皇上病重、国本不稳的理由给压了下去。前朝吵得不可开交，后宫也不安稳。我虽然一直在扶风院，但是太后却没几日都过来，每次都是来大骂安阳王和叶重月的，每次我都听到脑仁疼。后来我装病，太后担心我肚中孩子，这才没有过来了。这天我的扶风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那就是安阳王。安阳王带着叶银秋一起过来的，2人还准备了2箱礼物。守着院子的太监和宫女不敢拦安阳王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也不好不见，只能挺着大肚子出来。叶银秋看着我的肚子，眼中都是愤恨之色，手里的帕子都拧成一团。安阳王似笑非笑：景妃娘娘，本王得了一个幕僚，号称是神医，说是只要妇人怀孕有5、6个月，就可以通过把脉知道腹中胎儿是男是女。今日本王特意带来了，好给娘娘把个脉。说着，一个山羊胡须的老者就走了过来。我不懂安阳王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不过他一直跟皇上是演戏，此刻这么做显然是他们兄弟的计划，我也只好顺势答应。半晌之后，他起身对我行礼：恭喜娘娘，此胎是个皇子。满屋子的奴才都露出笑容，叶银秋却阴沉着脸。这时安阳王突然凑到我身边说了一句话：小嫂子，那2箱东西有一些给皇子做的玩具，那是本王、王妃和老丈人特意托人找了能工巧匠做的。说完，安阳王转身离开。我听到这句话，心中咯噔一下。我把这话当晚就告诉了皇上。皇上点了点头，说道：明日有一场好戏。第2日一大早，我就焦急地等待起来。
很快我就得到了消息，皇上在朝堂上大怒，直接说出天子一怒，伏尸100万。皇上翻出安阳王送的那些被麝香泡过的玩具，只要孕妇经常接触，不出1个月就会流产。随后做这些玩具的工匠当众指认是宁远侯府找他做的。皇上当朝下令把叶重月和与他有关的所有人拿下，安阳王也遭到了贬谪。虽然他不是主谋，但是他识人不明，贬他戍守边关20年。等下朝的时候，我去了御书房，刚到御书房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安阳王的声音：皇兄也太狠了，20年啊！我20年都不能回京城，那小侄子出生我都看不见了。这侄子我可是盼好些年了，你后继有人，终于不用我来继承皇位了。你就是太懒散了，否则父皇也不会把皇位给朕了。这些年，朕是一直希望你来继承皇位的。皇兄，你可饶了我吧，当皇帝太累了，哪有沙场驰骋来的畅快？你别嬉皮笑脸了，清欢胆子小，你上次对着他笑，都把他吓到了。是吗？回头我跟小嫂子道歉。我听着里面的声音，默默地退了出去。晚上，皇上来到扶风院。你是不是有很多问题？假如皇上愿意说的话，臣妾想听。其实这么多年跟安阳王是假装不和，当年父皇病重，把皇位传给朕，朝中很多人不服气，他们私下找到安阳王，想让他造反。朕和安阳王兄弟情深，安阳王其实不想当皇帝，只是他不能断然拒绝，因为有不少人是跟他出生入死的将士。所以朕和他一起开始演戏，准备把朝中不稳定的大臣都引出来，宁远侯就是其中之一。原来如此。宁远侯早就结党营私，他家女儿就是为了壮大势力，所以安阳王顺势娶了他的女儿。这次也是安阳王暗中示意宁远侯对你动手的，朕也趁着这个机会把朝中不稳定因素的大臣全部清除了。而安阳王有毒害皇嗣的嫌疑，所以朕贬谪他，他那些将士也无话可说。而他一心在沙场镇守边关，这也算随了他的愿。那太后那边呢？还有陛下为什么一直不让妃嫔侍寝？因为母后不喜安阳王，而宫中那些美人都是母后母家的人。朕不希望朕死后，朕的孩子和朕的弟弟相斗。如今你怀了皇子，自然跟那些人无关。大理寺很快就审理完叶重月等人的案子，宁远侯府所有人都判了流放，还牵连出我爹，因为御林军在宁远侯府还搜出了我爹给叶重月的信件，信里是我爹各种给叶重月表忠心的话。大理寺很快就让人去把我爹和秦氏一起抓了，押送回京。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些不可思议，皇上怕我担心我娘，还特意跟我说，在大理寺去之前，朕已经下旨让他们和离了。朕还让人接你娘来京城，过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了。半个月后，我就在扶风院看到我娘了。我娘看到我就一直抹泪。你身体还好吗？路上听说你怀孕，为娘很开心，但是更担心女子生产就是在鬼门关走一趟，你千万要好好保重身子。娘，以后谁都不能再欺负我们了。又过了几日，听说大理寺已经把我爹和秦氏押到了天牢。我找了皇上，特意请旨过去看看。我和我娘走进天牢，在牢头的带领下，来到我爹和秦氏的牢房门口。两人带着枷锁，蓬头垢面。在看到我和我娘的时候，我爹双眼大亮，连滚带爬的来到牢门口。你是清欢，你来救我了，你赶紧让人放了我。你现在是皇上妃子，听说还有了皇嗣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肯定就没事了。我爹说着，还对着身后的秦氏说道，你还磨磨蹭蹭什么？赶紧来求清欢救我们呐！秦氏闻言也爬了过来，一脸希冀的看着我和我娘。楚大人，你好天真啊！本宫过来只是看你过得有多惨而已，想让本宫救你，哼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我爹闻言直接下跪。清欢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看在你娘的面子上也得救我呀！这些年我是对你不好，但是我怎么说也是你爹呀！我娘上前直接对着我爹就是一口唾沫。你也配！楚文远，你这个人狼心狗肺，为了自己的官位，逼着自己的妻子上了别人的床，你简直不是一个男人！你还好意思说是清欢的爹？你配吗？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你救了我，我以后做牛做马伺候你们母女。此时，秦氏突然对着我娘冲了过来，下一秒就被护卫一脚踹了出去。我爹大怒，
上去就跟秦氏厮打起来。我看着他们，只感觉异常恶心，拉着我娘离开。我爹发现我们走了，连忙追出来，不过却被牢头拦住了。他不死心地对着我们喊道：“救救我！你一定要救救我呀！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听着身后传来的声音，我冷笑不已。他是不会觉得自己错的，而是想活命罢了。这种人死不足惜。2个月后，我痛得全身抽搐，腹部坠痛得厉害。稳婆在旁边一直安慰我：“娘娘深呼吸，然后用力，要有节奏。”我娘在旁边握住我的手：“清欢别怕，娘在呢，千万别怕。”我深呼吸，跟着稳婆的节奏来。此时院外传来皇上的声音：“清欢，你别怕，朕在呢。朕给你种了2株榆树，说过有榆树就有了希望，就有了安全感，朕都记着了。朕还要跟你一起吃榆钱，烤树皮吃，你说很好吃的。”听见皇上的声音，我莫名的感觉到心安。我深呼吸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随后就听到稳婆惊喜地说道：“小皇子出来了！”一声婴儿的啼哭响彻在扶风院。